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连续斩获国际大奖，王一博探索心境2扬帆出海，个人 IP 含金量再创新高。备受瞩目的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探索心境》第2季正式官宣海外播出计划，引发广泛关注。作为由王一博原创主导的个人 IP 项目，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收获口碑与热度的双丰收，更成功打入国际主流视野，将中国青年的探索精神带向全球舞台。此次出海，该节目将全面登陆国际顶级流媒体平台 HBO Max， 覆盖东南亚、中国香港等海外地区，同时还将通过 Discovery 国际频道以及日本 LaLa TV 等平台播出。从第1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第2季强势入驻国际头部流媒体，这档纪录片正在不断扩张其全球传播版图，真正实现华语纪实内容的强势出海。探索心境系列之所以能够跨越文化壁垒，核心在于其极致的真实感与专业度。在第2季中，王一博远赴北美，在世界级攀岩圣地挑战高难度的裂缝攀岩与多日大岩壁攀登。他不仅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金国威等顶尖探险家同行，更在绝壁之上展现极高的专注力与坚韧。节目没有刻意美化苦难，也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完整呈现从线路观察到成功登顶的全流程，甚至不回避失败与挫折，让观众看到鲜活、纯粹且充满生命力的探索者形象。在极限环境的磨砺中，王一博也展现出极具反差感的真实一面。面对严重的高原反应，他咬牙坚持，将登顶后的感悟化作依据，所有痛苦到达顶峰都会消除。在北美房车旅行中，他努力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还在夜宿岩壁时被松鼠敲头，第2天软糯地向小动物道歉。这种不加修饰的本能反应，打破大众对流量艺人刻板印象的滤镜，用真实的冷幽默消解探险的沉重，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产生深刻的共鸣。凭借扎实的内容质感与深厚的精神内核，探索心境系列更是连续斩获了被誉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成为内娱首位以个人主导原创项目连续获奖的艺人。这不仅是对作品专业度的国际认可，更是文化输出的成功典范。王一博用脚踏实地的攀登和细水长流的热爱，向世界证明不被定义的人生态度，也让全球观众看到中国青年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无畏力量。很多人第一次点开探索心境2，也许是因为王一博的名字，但真正坚持看到最后的人，往往都会发现，真正打动自己的，早已不是明星2个字，而是那个愿意一次次把自己放进真实世界里接受考验的探索者。这几年看过太多打着真人秀旗号的节目，精心设计的剧本，刻意制造的话题，为了热度而放大的冲突，早已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而探索心境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他没有刻意煽情，没有故意制造英雄光环，而是把镜头静静地交给真实，把时间留给自然，把成长留给观众自己去感受。当探索心境第2季正式宣布登陆海外，并将在 HBO Max、Discovery 国际频道、日本 LaLa TV 等多个国际平台播出时，作为一直关注这档节目的观众，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节目出海，而是属于中国原创纪实内容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认可。第1季走进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2季又成功进入国际主流流媒体平台，这样的成绩并不是靠营销换来的，而是靠内容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王一博在北美挑战世界级裂缝攀岩和多日大岩壁攀登的过程。镜头里的他没有任何偶像包袱，
面对几百米高的岩壁，他和专业探险家一样，一遍遍观察线路，一次次调整动作，每一步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完成。尤其是在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金国威等国际顶级探险者共同完成挑战时，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他不是去体验一次探险，而是真正以学习者和探索者的身份融入其中。也正因为如此，探索心境才有一种难得的真实力量。节目没有回避失败，没有删掉疲惫，更没有故意把危险包装成刺激。观众看到的是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是体力接近极限时依然坚持前进，是一次次失败之后重新调整状态继续攀登。正因为这些真实存在，那句所有痛苦到达顶峰都会消除才显得格外有力量。它不是一句提前准备好的励志台词，而是经历过挑战之后最真实的感悟。更有趣的是，王一博身上那种天然的幽默感，也让整个节目多了一份温暖。夜宿岩壁时被松鼠敲头，第二天还一本正经向小动物道歉。房车旅行中认真思考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面对各种突发状况，总会露出最自然、最真实的反应。这些细节没有任何刻意设计，却让观众觉得特别亲切。原来真正的真实，并不只是流汗和吃苦，更是在镜头前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实这些年，很多人总喜欢给王一博贴标签，有的人只看到他的流量，有的人只关注他的商业价值，却忽略了他一直都在默默做着别人很少愿意坚持的事情。从街舞、摩托车、赛车，到电影、纪录片，再到极限户外探索，他似乎一直都在挑战新的领域，而且每一次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真正投入时间、精力和热爱去钻研。这种不断突破舒适区的勇气，本身就是探索心境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更令人欣慰的是，探索心境已经不仅仅属于王一博个人，他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原创 IP。从连续2年获得被誉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到如今第2季登陆国际主流平台，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荣誉，更代表着中国年轻创作者完全有能力用高质量内容赢得世界观众的认可。没有刻意迎合海外市场，也没有放弃本土表达，而是凭借专业、真实和真诚跨越文化差异，这样的文化输出才最有生命力。我始终觉得，一个优秀的公众人物，最重要的不是制造多少话题，而是能够持续输出怎样的价值。探索心境没有教观众怎样成功，却让大家看到坚持、勇敢、尊重自然，不断学习这些品质，才是真正值得被传递的力量。王一博也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英雄，相反，他不断告诉大家，每个人都会害怕，都会失败，但真正重要的是愿不愿意迈出下一步。如今，探索心境2扬帆出海，意味着越来越多海外观众将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中国青年，也认识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始终保持热爱的王一博。相比一时的流量和热搜，这样能够持续创造内容、持续输出价值、持续获得国际认可的原创 IP，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含金量。相信未来，探索心境不仅会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探索故事，也会让世界看到更多来自中国年轻一代的勇气、专业与无限可能。岁岁行善，默默发光。王一博全新生态公益项目上线，永远会被王一博的踏实与真诚打动。别人忙着造势营销，追逐流量热度，他却始终默默深耕，在热爱与公益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一次次突破自我，用实打实的行动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继口碑满满的《野生救援》首部作品之后，王一博再度重磅回归，带来《野生救援》第2部全新公益项目，依旧是不炒作、不预热，悄无声息奔赴山海，用初心践行公益使命，真的太让人动容。很多人容易将这次的新作混淆，这里一定要分清。
本次项目并非周方主导的向青之路，也不是大家熟知的探索心境，而是 Discovery 探索频道联合青海文旅倾力打造的全新野生救援公益大片。取景的锁定纯净辽阔的青海玉树，聚焦高原自然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是一场纯粹且极具意义的公益探索之旅，含金量和格局直接拉满。很多网友容易混淆王一博的各类自然纪实项目，其实本次青海玉树野生救援第2部是一次全新的独立公益企划，阵容、主题、内容均和以往户外探索项目完全区分开来，是纯粹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的公益大片，全程专注公益本身，无多余娱乐包装。目前项目的核心守护物种也让无数粉丝满心好奇，不知道这一次王一博奔赴辽阔的青海高原，是为珍贵的雪域精灵雪豹而来，还是为高原野性生灵野狼发声？每一种猜测都让大家对这部纪录片的期待值拉满。身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王一博的公益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口号，更不是摆拍作秀的人设。他始终秉持初心，身体力行扎根公益一线，从不是短暂参与，而是长期坚持，持续深耕。前一秒他还在专业赛道驰骋追梦，奔赴热爱，下一秒便收拾行囊奔赴高海拔的青海玉树，直面高原严寒、强烈紫外线与复杂多变的极端环境，踏遍山野林地，近距离记录高原生态现状，用亲身行动为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生态守护发声。不同于市面上流量明星扎堆的综艺真人秀，这档野生救援第2部作品没有剧本人设，没有娱乐噱头，全程都是最真实的野外探索与公益记录。王一博彻底褪去顶流艺人的光环，放下舞台与荧幕的璀璨，化身虔诚的自然守护者，走出大众熟知的舒适区，在辽阔苍凉的高原大地沉淀自己。他不惧环境艰苦，不畏路途崎岖，认真对待每一处拍摄细节，用心守护每一份自然美好，在磨砺中沉淀温柔与力量。最让人圈粉的是，王一博的公益从来低调内敛，从不张扬邀功，全程零官宣造势，零流量营销，默默奔赴一线完成所有拍摄工作，即便被网友发现高原拍摄晒黑、奔波劳累，也从未主动提及半句辛苦。他从不刻意打造公益人设，却把公益融入日常，用长久的坚持诠释着顶级偶像的责任与担当。纵观王一博的一路走来，他永远清醒且坚定，做事极致专注，做人低调纯粹。演戏前心打磨演技，跳舞惊艳全场，竞技全力以赴，做公益更是数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从未停歇。别人追逐流量热度，他追逐热爱与初心；别人炒作噱头博眼球，他脚踏实地做实事。这就是我们喜欢王一博的意义。他从来不只是舞台上耀眼的全能艺人，更是心怀敬畏、温暖向善的追光者，以己之力守护山海生灵，以温柔初心践行公益担当。期待这档诚意满满的野生救援第2部公益大片早日开播，跟随王一博的脚步，共赴青海玉树，守护自然美好，见证温柔与热爱并存的公益力量。很多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王一博总能一次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不是因为他拥有顶流光环，也不是因为话题总能冲上热搜，而是因为每当大家以为他会停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他却总是默默走向那些最安静、最艰苦却最有意义的地方。这一次，全新生态公益项目正式上线，再次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公益。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提前几个月制造悬念，也没有刻意用公益去包装自己。当很多人还是通过网络消息才知道他已经出发的时候，王一博早已踏上青海玉树那片辽阔而神圣的高原，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守护之中。这样的选择真的很符合大家一直认识的那个王一博，安静、坚定，说得少，做得多。尤其让我欣赏的是，这一次的公益项目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探索心境，
也不是其他自然探索节目，而是 Discovery 探索频道联合青海文旅打造的全新野生救援公益纪录片。仅仅看到这个项目定位，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它与普通娱乐综艺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明星游戏，没有剧本安排，没有故意制造冲突吸引流量，有的只是最真实的大自然，最原始的生态环境，以及那些需要被更多人关注和守护的野生动物。其实现在的娱乐圈，明星参加公益活动并不少见，但真正能够坚持多年，把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却并不多。而王一博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一次公益活动就反复宣传自己，也不会把公益当作营销素材。相反，他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出发，等拍摄结束了，人们才发现，原来他又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很多粉丝都知道，王一博这些年一直热爱挑战未知，从赛车赛道到电影片场，从舞台灯光到纪录片镜头，他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而这一次来到青海玉树，高海拔、低气压、强烈紫外线、复杂多变的天气，每一样都不是轻松能够克服的困难。对于普通游客来说，高原反应已经足够难受，更何况还要深入野外完成长时间拍摄，与科研团队一起记录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这背后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感。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每一次看到王一博拍摄这类纪录片，他都会完全放下明星身份。镜头里的他，没有精致妆容，没有华丽服装，也没有偶像包袱。晒黑了，风吹得脸发红了，头发凌乱了，他似乎完全不在意。因为在他的眼里，比起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那些珍贵的生态故事真实的记录下来，让更多观众看到雪域高原生命的顽强，也看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看到不少网友猜测，这一次纪录片守护的核心物种究竟会不会是雪豹，或者是野狼？我也和大家一样充满期待。无论最终答案是什么，相信王一博都会带着观众走进那些平时很难接触到的大自然秘境，让更多人了解高原生态系统的珍贵，也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能够通过纪录片唤起大众的环保意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这些年，很多人总喜欢用流量去定义一个演员、一个偶像，但王一博却一直在证明，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人，从来不是靠热搜，而是靠不断积累出来的作品和行动。从影视作品到赛车比赛，从街舞文化推广到自然生态纪录片，他一直在拓宽自己的可能性，也不断刷新大家对他的认知。他不会刻意迎合市场，更不会为了短暂的话题放弃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别人忙着制造曝光，他却愿意花很长时间去完成一部纪录片。别人追逐快速变现，他却愿意走进高原、森林和荒野，用最真实的方式记录生命。这种坚持也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显得格外有分量。因为大家知道，王一博每一次选择都不是为了制造轰动，而是真正想做好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为什么王一博能够拥有如此稳定而深厚的观众缘。他带给大家的不只是精彩的影视作品，不只是舞台上的光芒，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热爱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而公益也可以成为一种长期坚持的人生信念。我相信，当这部全新的野生救援公益纪录片正式播出时，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壮丽辽阔的青海玉树风光，更会看到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始终怀揣敬畏之心的王一博。那个站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的偶像，依然令人欣赏；而那个默默走进雪域高原，守护野生动物、传播生态保护理念的王一博，则更加值得尊敬。真正优秀的偶像，
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多少掌声，而是在无人喝彩的时候，依然愿意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王一博用一次又一次实际行动证明，公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坚持。热爱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一生都愿意奔赴的方向。也期待这部充满诚意的公益纪录片早日与大家见面，让更多人跟随王一博的脚步，一起走进青海玉树，感受自然的震撼，见证生命的力量，更让守护生态、珍爱野生动物的理念传递到更多人的心中。内娱4大代言帅哥名单曝光，肖战、王一博双双入选，增多次联手。近日，在众多观众期待肖战即将迎来杀青的新剧10日中烟之际，网上有媒体曝光了内娱4大代言帅哥名单，引发了不少讨论。让人一眼注意到的是，肖战和王一博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榜单之中。两位从《陈情令》中走出的演员，如今都已经成为娱乐圈备受关注的实力派艺人，不仅拥有超高人气，也凭借各自的发展和表现收获了大量认可。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里，肖战和王一博还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对于很多粉丝而言，他们不仅是在荧幕上闪闪发光的演员，也是能够带来正面影响的公众人物。据相关消息显示，此次曝光的内娱4大代言帅哥名单中，除了肖战、王一博之外，还有程毅和刘宇宁。4位艺人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也凭借外形条件、作品表现以及自身努力，在娱乐圈拥有较高关注度。尤其是肖战和王一博这两位因《陈情令》被大众熟知的演员，这些年一直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成长。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公益行动，他们都展现出了属于自己的坚持与责任感。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当大家看到肖战、王一博双双入选内娱4大代言帅哥名单后，纷纷表示认可，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在很多观众眼中，肖战不仅拥有出众的外形条件，更重要的是在不断尝试突破自己。从气质、颜值、身高到演员实力和个人品质，肖战一路走来都积累了不少好评。这些年，他从一名新人演员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承担主演作品的艺人，面对不同角色也在不断挑战新的可能。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说，肖战身上的吸引力并不只是外表，更来自于他对事业的投入以及持续进步的态度。当然，一份榜单只是外界评价的一种体现，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还是演员自身的作品和长期积累。无论如何，恭喜肖战获得这份认可，也感谢观众一直以来给予他的支持与喜爱。多年过去，这份关注和期待依然没有减少。未来的演艺道路还很长，希望肖战能够继续保持初心，不断提升自己，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作品。相信凭借不断努力，他也会在未来展现更多可能，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从看到这份内娱4大代言帅哥名单开始，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王一博能够和肖战一起入选，反而让我觉得这是这些年观众审美变化后的一个真实缩影。所谓淡颜，从来不是五官寡淡，而是一种越看越耐看，越了解越有魅力的气质。王一博恰恰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第一眼或许不会用张扬来形容他，但只要镜头停留几秒，你就很难再把目光移开。很多人认识王一博是因为《陈情令》，但真正让我一直关注他的，却是他之后一步一步走出的成长轨迹。他没有停留在流量明星最舒服的位置，而是不断挑战自己。从电影到电视剧，从舞台到赛车，再到纪录片和公益项目，每一次出现都能看到新的变化。这几年，他始终在用行动证明，一个演员真正能够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一时的话题，而是持续不断的提升自己。
这次名单里同时出现肖战和王一博，也让很多观众再次想起《陈情岭那个夏天》。虽然如今两人早已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各自在影视领域取得属于自己的成绩，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凭借作品一步步赢得今天的位置。如今再次因为颜值榜单被放在一起讨论，更像是一种时代记忆，也是一种属于优秀演员的共同认可。如果单纯讨论颜值，我认为王一博最大的优势并不是精致，而是真实。他的五官没有过分浓烈的攻击性，却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尤其是侧脸线条、骨相轮廓以及干净的气质，总能在不同造型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感觉。无论是西装造型、赛车服、户外探险装备，还是电影里的年代服饰，他都能够自然融入角色，而不是让观众只看到明星本人。这种可塑性其实也是很多导演愿意不断与他合作的重要原因。更让我欣赏的是，王一博从来不会把所有关注点放在外貌上。别人忙着参加各种曝光活动的时候，他可能正在赛车场训练；别人不断制造热搜的时候，他却跑进高山、森林拍摄纪录片。别人强调流量价值时，他更愿意用一部电影、一档节目、一场比赛去证明自己的实力。这样的坚持，让他的魅力远远超出了所谓的颜值榜单。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观众已经发现，真正能够长期保持人气的演员，颜值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是专业能力、敬业精神以及面对挑战时的态度。王一博这些年的成长几乎都印证了这一点。电影票房不断突破，纪录片获得国际认可，赛车比赛认真备战，公益活动持续参与，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一句顶流就能够概括的。看到文章里提到两人多次参与公益活动，我觉得这也是公众人物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流量可以带来关注，而把关注转化为正能量，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影响力。王一博一直坚持低调做公益，不喜欢高调宣传，却始终用实际行动参与环保、生态保护以及各种公益项目。这样的选择也让越来越多粉丝愿意跟随他的脚步，一起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至于这份4大淡颜帅哥的名单，肖战、王一博、程毅、刘宇宁4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审美，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毕竟审美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讨论中，本身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大众相当高的认可度。不过，如果让我说谁最符合淡颜却越看越高级这几个字，我还是会想到王一博。因为他的吸引力从来都不是靠浓妆修饰出来的，而是在不断成长中慢慢积累出来的。从青涩少年到成熟演员，从偶像到电影人，再到赛车手、纪录片创作者，他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边界。每完成一次新的挑战，观众对他的认识就会更深一层。或许多年以后，人们未必还会记得某一份颜值榜单的排名，但一定会记得那些真正留下优秀作品的人。对于王一博来说，颜值只是大家认识他的开始，而作品、实力、坚持和责任感，才是让越来越多人持续喜欢他的真正原因。也期待未来的他继续带着这份沉稳和热爱，在电影、纪录片、赛车以及更多不同领域不断突破自己，为观众带来更多值得回味的优秀作品。这样的王一博，值得被更多人认可，也值得拥有越来越广阔的舞台。王一博的探索心境，顶流破圈还是粉丝买单？放着坐在空调房里轻轻松松赚快钱的综艺不接，一个外表干净、光鲜亮丽的顶流明星，却偏偏跑去玉树翻雪山、钻玉林，甚至被蚂蟥叮咬。你告诉我，这是去拍一部真正硬核的纪录片？如果换做以前，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是不是又是哪家团队策划出来的一场吃苦人设营销？毕竟娱乐圈这种套路，我们见得太多了。
穿一件户外品牌冲锋衣，背一个专业登山包，在雪山脚下摆几个姿势，拍几张照片发到社交平台，再配上一句敬畏自然与山川对话。照片里的自己像是在挑战生命极限，可镜头之外，说不定已经回到了舒适的房车里，吹着暖风，刷着手机，享受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当王一博带着探索心境走进大众视野时，很多人最开始其实是不信的。但这一次，他似乎真的把娱乐圈那层习惯性的包装纸撕开了一道口子。这个年轻人前脚还在珠海赛道上感受速度与激情，后脚就一头扎进西宁高原，进入那些真正考验体力和意志的地方。那里没有精致的舞台灯光，也没有随时待命的舒适环境，冰雹和暴雨说来就来，天气变化完全不讲道理。越野车在途中抛锚，一群成年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几十斤重的拍摄设备需要靠肩膀一点点扛进深山。雨林里的蚂蟥更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手下留情，被咬了8口，鲜血甚至染红袜子，他却只是笑着说没事。高原缺氧，身体不断透支，也没有听见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疲惫。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些是不是演出来的，可真正站上海拔几千米的地方，就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靠演技能够伪装的。1天可以硬撑，2天可以咬牙，但连续10多天面对低氧环境、恶劣天气和身体极限挑战，再强的演员也很难一直保持所谓轻松状态。他能够坚持下来，除了意志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和挑战本来就是他长期接触的领域。赛车、滑板、滑雪，这些并不是为了节目临时贴上的标签，而是他多年投入时间和精力积累出来的能力。赛车需要大量训练，滑雪需要不断摔倒再爬起来，滑板更是靠无数次失败换来的熟练。这些经历最终在这种极限环境里发挥了作用。业内一些赛车相关人士也曾提到过，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水平，在娱乐圈跨界玩家里确实算得上突出。如果换成一个平时连矿泉水瓶盖都需要别人帮忙拧开的艺人，就算旁边站着世界级导演指导，也很难真正扛下来。可能还没走到半山腰，就已经因为身体极限不得不求助。所以，探索心境的制作规格确实称得上大手笔。腾讯视频投入资源 ，Discovery 探索频道国际团队参与制作，从阵容到制作标准都不是普通旅行综艺能够相比的。播出后的成绩也非常亮眼，节目热度短时间内突破纪录，弹幕数量达到1000万级别，甚至拿到了被称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金奖。这个奖项并不是单纯靠粉丝支持就能获得的，海外评审体系不会因为你拥有庞大粉丝群体就自动认可作品。所以，从成绩来看，探索心境确实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但奇怪的是，成绩越亮眼，争议反而越大。打开网络讨论区，会发现2种声音几乎完全对立。一边是粉丝，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偶像主动走出舒适区，面对未知环境挑战自己的过程，他们心疼他的辛苦，也认可他的坚持。评论区里充满了坚韧、真实不矫情、太拼了这样的评价。另一边，则是长期观看传统纪录片的观众，这些人看惯了赵忠祥配音的《动物世界》，看惯了那些几年甚至几十年跟踪拍摄的自然纪录片。他们关注的是自然本身，他们想看的是动物真实的生存状态，是环境变化背后的故事。所以他们提出质疑：镜头是不是太晃？剪辑是不是太依赖情绪？为什么雪豹没看清多少，反而花大量时间拍明星喘息、坚持和感慨？甚至有人直接给出了尖锐评价：这是不是一个套上电影级滤镜的明星旅游 vlog？而这场争论其实碰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过去看纪录片到底看什么？
我们看的是几万头角马渡河时的震撼，看的是冰天雪地里企鹅为了生存挣扎的画面，看的是自然界最原始、最残酷、最真实的一面。在传统纪录片里，大自然永远是绝对主角，镜头应该保持冷静，摄影师更像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观察者，人只是记录世界的人。但到了探索心境，这种规则发生了变化。雪山、雨林、沙漠，这些壮阔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物故事展开的舞台。几台摄影机始终围绕着王一博，记录他的表情、反应和体验。于是问题出现了，到底是在记录自然，还是在记录一个明星进入自然之后的感受？这其实也揭开了纪录片行业一直存在的现实困境。纪录片很难，投入巨大，回报有限。很多团队为了拍摄一个珍贵画面，需要在野外等待几年。他们可能守着一个洞穴，只为了等一次动物捕猎；可能冒着危险，只为了捕捉一个生态变化瞬间。但这样的作品往往很难获得大众关注。而明星进入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顶流本身就是巨大的流量入口，很多原本不会主动搜索自然纪录片的人，因为王一博打开节目，一些年轻观众开始了解雪山生态、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问题。这种传播效果是真实存在的。联合国环境署相关页面关注度提升，环保项目获得更多曝光，公益活动得到更多支持。那些过去只看偶像剧的年轻人，也因为一个明星开始关注自然。这就是流量真正有价值的一面，它可以成为连接普通人与自然之间的一座桥。可与此同时，这也是最让人担忧的地方，因为资本永远善于复制成功模式。一旦市场发现顶流明星加探险这个组合可以制造热度，可以带来收益，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投资人可能会认为，既然明星能够带来流量，那以后拍纪录片是不是先花大部分预算请明星，剩下的钱再搭一个普通团队完成拍摄？选题也可能逐渐改变，不再考虑自然本身是否值得记录，而是考虑怎样让明星看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孤独、更加具有英雄感。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冷门自然奇观，那些摄影师多年坚守换来的珍贵影像，可能反而被放到后面。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纪录片这3个字的意义可能会被重新定义。它可能不再是观察世界，而变成一种包装精美的野外真人秀。其实过去 BBC 等机构也会邀请明星参与纪录片，比如让知名演员担任旁白，但区别在于，明星的位置始终是服务自然，他们是引导观众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自然才是主角，而不是让自然成为明星展示自己的背景板。王一博这次进入荒野，吃苦是真的，把一些原本不关注自然的人带进这个领域，也是真的。相比那些精心设计的舞台表演，这种亲身走进未知环境的尝试，确实让他的形象多了一些硬朗和真实。但真正值得期待的问题依然存在。听说追踪雪豹的那一期即将播出，我反而更想知道，当海拔4-5千米的雪山之王真正出现时，镜头最终会选择记录什么？是雪豹那双充满野性的眼睛，还是明星面对雪豹时那张写满震撼和惊喜的脸？当大自然成为顶流明星的舞台，我们究竟是在借助明星看到一个真实世界，还是正在看一个被重新改造成名利场的自然秀场？这或许才是探索心境真正留下的问题。从第一期探索心境开始，我就觉得王一博这次真的和以往那些明星体验生活的节目不一样。现在娱乐圈里愿意走进大自然的人不少，但真正敢把自己放进极端环境里接受考验的人却不多。很多综艺都喜欢把吃苦当成宣传点，可真正看下来，观众总能分辨什么是设计好的桥段，什么是真实发生的经历。
而王一博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他没有刻意去塑造英雄形象，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探索者，带着敬畏之心走进那些未知的地方。看着他在高原缺氧、暴雨突袭、车辆抛锚、雨林蚂蟥叮咬的环境里一步一步坚持下来，我并没有觉得这是在刻意制造话题，反而更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说他身上最大的魅力不是流量，而是行动力。他没有反复强调自己有多辛苦，也没有把每一次困难都包装成感动观众的戏剧桥段，而是默默完成眼前的一切。这种克制比任何煽情的台词都更有力量。很多人会说他能够坚持是因为本身就是运动爱好者，这一点我反而非常认同。赛车、滑板、滑雪，这些从来不是节目播出之后才贴上的标签，而是他很多年来一直坚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训练的兴趣。当真正面对雪山、高原、荒野的时候，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体能、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终于发挥了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探索心境里的王一博看起来没有违和感，他不像是在完成节目任务，更像是在完成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站在影视内容的角度来看，探索心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纪录片，它更像是一部融合了人物成长、生态探索和人文体验的新类型作品。如果一定要拿它和 BBC、Discovery 那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典自然纪录片相比，我觉得并不公平。传统纪录片追求的是让自然成为唯一主角，摄影机隐藏在幕后，安静记录动物与生态本身。而探索心境的核心，则是通过王一博这个窗口，把更多年轻观众带进自然世界，让大家愿意去关注雪山、森林、野生动物和生态保护。这两者本身就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方向。当然，我也理解一些纪录片爱好者提出的质疑，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动物、更完整的生态故事，而不是大量聚焦明星的表情和反应。这种声音其实值得尊重，因为纪录片本来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我认为，探索心境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取代传统纪录片，而是在两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对于很多过去从来不会主动点开自然纪录片的年轻观众来说，正是因为王一博，他们第一次开始关注雪豹，关注高原生态，关注环境保护，这种传播价值本身就是十分珍贵的。更让我欣赏的是，王一博没有利用节目刻意放大自己的吃苦人设。镜头里的他会累、会喘、会被蚂蟥咬，也会面对未知产生紧张，但这些情绪都是真实流露，而不是为了感动别人去表演。他更多时候是在认真完成探索任务，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大自然，而不是不断提醒观众我有多拼。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真实感，恰恰让整部作品更有说服力。从市场角度来说，探索心境的成功也证明了一件事：流量和高质量内容并不是天然对立。过去很多人认为，顶流参与的作品一定只是粉丝消费，但这档节目获得国际认可，取得良好口碑，也说明真正优秀的作品最终还是要靠内容说话。粉丝可以带来第一批观众，却无法决定作品最终能否获得专业认可，更无法让一部内容空洞的作品长期保持影响力。探索心境能够不断引发讨论，说明它至少已经完成了让更多人关注自然、关注生态的使命。当然，我也希望未来第二季、第三季能够继续优化叙事，把更多镜头留给真正的大自然，让雪豹、森林、冰川和野生动物拥有更多表达空间。因为王一博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他抢走了自然的光芒，而是他愿意成为观众走进自然的一把钥匙。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平衡人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信这部作品还会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一路关注王一博成长的观众，我越来越觉得他这些年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从偶像变成演员，
而是在不断突破外界对他的固有印象。从赛车到电影，从舞台到纪录片，再到公益环保，他始终选择那些需要长期坚持、需要真正投入时间去完成的事情。这样的成长或许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一定会伴随着争议，但正是这种不断走出舒适圈的勇气，让人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有力量的王一博。或许探索心境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回答了所有关于纪录片的争议，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一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明星能够让更多年轻人第一次愿意停下脚步，去关注雪山、森林、野生动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尝试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超越娱乐价值的意义。而王一博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营销出来的人设，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真实。7.14日，王一博由不起眼小众到门票售罄，加持影响力带动中国赛车热潮。7月12日，王一博正式宣布将代表厂商车队出战 China GT 珠海站比赛，驾驶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参加 GT3 组别的较量。根据官方发布的赛程安排，他将在7月24日参与试车环节，并于25日和26日分别进行排位赛及2回合正赛。这一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发广泛关注。过去几年中，国内汽车赛事普遍面临观众稀少的问题。以珠海国际赛车场为例，即便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看台上也经常坐不满1/3的座位，门票销售更是艰难，许多赛事都需要通过赠送或打折方式吸引观众入场。这种情况直到王一博加入赛车行列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自2021年起，凡是有他参赛的比赛，门票几乎都在开售后几小时内被抢购一空。本次珠海站预售票总数超过24万张，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该系列赛事连续第3年实现全场满座。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观赛人数上，更反映在整个行业生态之中。以前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传统热门项目，如 F1 或者 WEC 等国际大赛事，对于本土举办的 China GT 关注度较低。但自从王一博成为其中一员后，国内外多家主流体育平台都开始频繁更新相关内容。美国知名赛车资讯网站 SPORTSCAR365 就在最近一期报道中指出，王一博已经成为推动这项赛事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界对其是否真正具备竞技水平存在争议，但从实际成绩来看，他已经多次在不同级别比赛中取得优异名次。例如去年在上海站的比赛中，他在预战条件下完成超越并最终登上领奖台，获得全场第4的成绩。他还曾在亚洲勒芒系列赛中拿到过组别亚军。这些成果并非偶然所得，而是建立在他长期系统训练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于此围绕着他产生的讨论也在不断升温。支持者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参与，才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上了这项运动。反对声音则担心过度娱乐化会削弱赛事的专业属性。对此，主办方表示，他们始终坚持以竞赛为核心的原则不动摇，同时也会合理利用明星效应扩大影响力。我们欢迎所有热爱速度的人来到这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道，只要能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竞速魅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无论外界如何评判，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的中国赛车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曾经被视为边缘项目的 China GT， 如今已成为连接大众与专业领域的桥梁，而这背后离不开那些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王一博或许不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圈子的艺人，但他确实是最执着于将其当作事业去经营的那个。当他开着那辆印有85号码牌的赛车驶入维修区时，
没有人再把他当成外行人看待。看着眼前这座曾经冷冷清清的赛道变得人声鼎沸，有人感慨万千，也有人依旧困惑不解，究竟是流量成就了这项运动，还是这项运动借势找到了新的出路？这个问题恐怕短时间内不会有标准答案。赛车场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欢呼声，而是真正有人愿意为了热爱，一圈又一圈地挑战自己的极限。看到王一博再次站上 China GT 珠海站的赛道，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明星来了，而是一个把赛车真正活成生活的人，又一次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很多人第一次关注 China GT， 也许确实是因为王一博，但如果只是靠流量，一场比赛可以爆满，2场比赛可以火热，连续几年门票都能迅速售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永远是赛车本身的魅力，而王一博恰恰成为了更多人认识这项运动的一座桥梁。回头看几年前，国内很多汽车赛事确实属于相对小众的运动，除了少数资深车迷，大多数普通观众甚至不知道 China GT 是什么，更不了解 GT3 赛车意味着怎样的竞技水平。很多比赛现场座位空空荡荡，媒体报道寥寥无几，与国外成熟赛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切在王一博加入之后开始发生变化。7月12日官宣出战珠海站，仅仅一则消息就让整个赛车圈迅速升温。7月24日试车，25日至26日正式比赛的赛程公布后，无数观众开始计划行程。珠海站超过2-4万张预售门票再次创下纪录，这不仅意味着一位明星拥有超高号召力，更说明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赛车场，亲身感受引擎轰鸣带来的震撼。很多人喜欢讨论，到底是王一博带火了赛车，还是赛车成就了王一博？其实我觉得两者并不冲突，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利用了谁，而是谁愿意长期坚持。娱乐圈喜欢赛车的人不少，但真正愿意1年又1年坚持训练，把它当成职业目标认真对待的人并不多。王一博从来没有把赛车当成一次综艺体验，也没有把赛车场当成拍照打卡的背景板。别人拍戏休息的时候，他在练车；别人参加活动的时候，他在测试赛车；别人享受曝光的时候，他依然戴着头盔，在高温下完成一圈又一圈的数据训练。赛车不会因为你拥有多少粉丝而降低难度，也不会因为明星身份给予任何特殊照顾。每一次入弯，每一次刹车，每一次出弯加速，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和技术。所以当有人质疑他的实力时，我更愿意去看看成绩。上海站预战完成精彩超越并登上领奖台，亚洲勒芒系列赛获得组别亚军，这些都不是粉丝能够投票投出来的成绩，而是赛车运动最公平的证明。计时器不会说谎，成绩单更不会照顾任何人。更让我欣赏的是，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一种很低调的态度，他很少主动强调自己的赛车身份，也不会把取得1点成绩就反复宣传。他更像真正的车手一样，把注意力放在训练、比赛和不断提升自己身上。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专业赛车媒体开始关注他，甚至海外媒体也开始报道 China GT。 对于中国赛车来说，这种关注无疑是一件好事。有人担心娱乐明星进入赛车圈会不会削弱赛事专业性，但事实上，真正决定赛事专业性的从来不是参赛者有没有明星身份，而是比赛规则、公平竞争和竞技水平。只要大家站上同一条赛道，就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赛车不像影视作品，没有 NG， 没有后期，没有替身，快就是快，慢就是慢，每一个成绩都来自真实驾驶。正因为如此，当越来越多年轻观众因为王一博开始了解赛车，他们最终留下来的原因，一定不会只是因为偶像，
而是因为真正喜欢上了这项充满速度与激情的运动。这才是一种最健康的影响力。真正优秀的公众人物，不只是拥有流量，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流量转化成社会价值。有人开始关注赛车文化，有人开始学习赛车知识，有人第一次走进赛车场，有人甚至因此考取赛车执照。这些改变都是一场比赛之外更加长远的意义。王一博驾驶着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驶入赛道时，人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演员、歌手或者明星，而是一位不断挑战极限、认真对待梦想的赛车手。或许未来他还会继续赢得更多比赛，也可能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但这些都不会改变大家对他的认可。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次冠军，而是日复一日坚持热爱的态度。曾经冷清的赛车场，如今人潮涌动；曾经鲜有人关注的 China GT， 如今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与家庭观众走进现场。这样的变化不应该简单归结为流量，而应该看作中国赛车文化不断成长的一部分。如果说王一博带来了什么，我想不仅仅是售罄的门票，更是一扇让更多普通人走进赛车世界的大门。未来，当越来越多人因为一次比赛而真正爱上赛车，当中国本土赛事拥有越来越高的关注度，我们也许会发现，这场由热爱开始的故事，早已不仅属于王一博一个人，而属于每一位愿意相信梦想、坚持梦想的人。这也是他留给中国赛车最珍贵、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